现在的客观情况是，整体市场不好，煤价下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始过上了苦日子。而我今天想说的是，从这个月开始，我来兼任荆州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跟你们牛总一样，每个月我也只拿1000块钱的生活费。咱们公司不解困，荆州中孚的年薪我1分钱不拿。好。同志们，荆州能源虽然面临困难，但前景还是很乐观的。能源优势如何找准市场定位，从而转化为经济效益，关键就在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哎，怎么了？这是都哑巴了？啊，这多好的机会呀！说呀！齐叔，什么齐叔、齐董？你以为在你家拉家常啊？哟，怎么不是拉家常？咱们就是在跟大家拉家常嘛。三喜子，你别紧张，你说。齐董事长，您知道我们困难，这不能眼睁睁看着奸商坏人他坑害我们呀。像我们京风矿，谁下令买的？您得向上面反映，让他们给收回去啊。好，你接着说。齐董事长，牛总，我把话说直白一点，你们别生气啊。千万别把我们工人当傻子玩，这年头没几个傻子，尤其是你们上面的一举一动，关乎于我们工人利益的决策，大家都看在眼里。就拿三喜刚说的金风矿的事儿吧，谁不知道这里面有猫腻啊？哎呦，高小三儿，看把你能耐的，那你说这里边猫腻在哪儿啊？这猫腻就在一进一出的交易上。我怎么听说这47亿买的，15亿就卖了，而且还是卖给了长明集团。这件事儿，二位领导有经手过吧？哎，小四儿，你这谣言都是哪儿听来的？啊，谁说要卖矿？还15个亿，还卖给长明集团？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啊，你得到消息了？老牛，别开玩笑。小鹏，你接着说。哎，齐董事长，那我继续说。您刚才的发言我特别感动，起码您没忘本，哪怕是装的，您也装得挺像，我也信以为真了。哎，我说你这个高小四儿，你这嘴怎么那么缺德呀？啊，什么叫装的呀？你给我装一个我看看。哎呀，这年代啊，装的人多了，我们都不敢轻易相信了，是不是，兄弟们？是。你刚才你可亲口听见齐董事长说了吧？兼任咱们荆州能源董事长，1个月只拿1000块钱生活费，这不是装的吧？这倒是。哎，齐董，这事儿您跟我婶子商量过吗？这不会说了不算数吧？对呀，你个臭小子，你也别笑，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啊，我还真跟你婶子商量了，而且得到你婶子批准了。好。林满江又找我去汇报，是不是有大动作？让齐本安滚蛋，肯定是这事儿。你觉得齐本安会轻易滚蛋吗？我看你就是头脑又发热了。不是我头脑发热，肯定这事儿啊。不行，我再去整齐本案的材料。刘总，齐董事长，我有个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属于中孚集团大股东盈利的资源，去替换京丰、京盛这两个赔钱货呢？比如荆州证券公司的股权，还有长明保险的股权呢？哎，老赵，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挺新鲜的，但恐怕不是3下5除2的事儿，因为资产评估需要时间。但是我个人认为，你这个选项啊可以考虑啊。应该考虑。大股东啊，应该把好资产装入上市公司，不能把坏资产高价装入上市公司，这既坑了公司，大股东本身也受损失。对，说的没错呀，是有道理啊，对，说的太对了。好，今天呢，大家提出了很多很好、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呢，我跟牛总我们回去会好好研究。高晓鹏说的对，任何人也别想拿我们工人当傻子玩。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几个傻子，都瞒不过我们的眼睛。所以今天我也在这儿表个态，以后凡是涉及到我们工人利益的决策，都会通过工会和职代会，一定保障我们工人的利益。希望大家相信我们，也相信你们自己。好。这个牛俊杰啊，一直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京丰、京盛矿的交易就是他一直盯着不放，弄得荆州能源的干部群众上上下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搞得我们就像卖国贼一样。老李啊，我今天上午啊还要向赵平凡书记汇报一下咱们全省廉政大检查工作的情况，所以啊，咱们闲言少叙，直奔主题，好不好？你是不是听说，处理328事故的责任人，省委要调整荆州的领导班子，来向省委和纪委进言的呢？是。今天是专门谈谈吕德光同志的情况。我说老李呀，你不要总揪住吕德光不放了，好不好？你们俩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应该说你比我更了解他。在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保护干部的问题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就这么倔呢？国副书记，我要不这么倔，你和赵平凡书记能让我去监督吕德光吗？可我今天是为德光书记求情来的。你说什么？那看来我老钱的劝告你还是听进去了。那好，来，你说，我听着。国副书记啊，你得和平凡书记说，德光书记不能撤，你怎么批评怎么处理都行，可还得把他留在工作岗位上。荆州得有人干事情啊。是啊。大哥，这回你一定得下定决心，就算我不回去，咱们也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把齐本安给换下来，要不然路建设完全无法开展工作，这让您也挺难堪的，不是吗？怎么急不可耐了？你皮丹是从荆州能源走的，我不相信你过去搞不好它，今天就能搞好。不是那个大哥，我说的不是荆州能源，是荆州中孚。你皮丹搞不好一个荆州能源，就能搞好整个荆州中孚控股公司了，这不是笑话吗？啊！好了，你呀，给张继英副书记打个电话，看他能挤出点空吗？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安排，请他过来一趟，我要跟他谈些事情。啊，明白，我这就去办。
这个吕德光啊，真有点让我想象不出啊。在这种时候，他还能有这种胆量、这种气魄，少见，太少见了。所以组织上得惜才呀。郭副书记，不瞒你说，在这之前，我是力主把吕德光同志拿下来的。这个同志手上的权力就是不愿意接受监督，几乎是本能的反对监督，甚至到了328之后依然如此。这你跟我说过，说他手上的手电筒啊，只照别人，从来不照自己。是。一直到了这次民主生活会上，德光书记还是那么霸气十足。哎，对了，老李啊，我听说你和吴雄飞市长对吕德光动了一次真格的，让咱们这位书记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怎么回事啊？真刀真枪和吕德光同志干的，不是我，是吴雄飞市长。吴雄飞？哎，你给我细说说。好，上海的秦总啊跟我汇报过了，有几个方面你们要加以注意啊。林董，我听皮团说你找我。你们等一下。来，金勇书记，金勇书记坐。我还正要问你呢，荆州中孚旗下的煤矿史啊，有些地方是含糊不清的。金龙矿是什么时候正式加入我们中孚集团的？哎呀，金庸书记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距离80年大庆只有17天了，要不然就让齐本安过来给你帮忙，毕竟他对中孚集团的历史最熟悉嘛。不用，荆州那边那么多事啊，离不开齐本安。如果齐本安离开，荆州中孚可能就不多事了。林董，发生什么事了吗？老李啊，你觉得近期市委常委开会研究，吕德光能够主持通过决议，废除掉这个已经过时的24号文件吗？郭副书记，除了吴雄飞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大部分常委对废止24号文件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我判断可以通过。德光书记私下和我谈起过，他现在年龄还没到，还可以工作几年。如果真的是被撤职了，就到老城改造指挥部去做一个专职的指挥，启动矿工新村的棚户区改造。他可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郭副书记，吕德光可是一个为了工作才活着的干部，真的是非常难得呀。这正是德光书记令人不舍的地方。你怎么知道陆建设到北京告状去了？我就不明白，他能告啥呀？我哪知道啊？办公室说的，办公室派车送他去的。哦，对了，陆代书记又提新要求了，说他是党委书记了，应该给他配专车了。吴斯泰问是不是要给他买台新车？不买，那就给他调台旧车用吧。咱们现在也别惹他，人家现在是林满江身边的大红人。实在不行就把我的车给他，他也说不出个啥。这事儿你看着办吧。石总，几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问吧，肯定实话实说。荆州中孚这些年所有的项目材料和报批材料都不齐全，林满江的指示和会议记录也全都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林满江同志的指示和有关记录不是消失了，是让他给抽走了。林董事何等聪明，怎么会让自己违规违纪的指示留在别人手上？所以你们就别费劲查了，你查不到他任何违规违纪，但凡违规违纪，都是我跟皮蛋。你是不是傻呀，我的石总？这不是明摆着给你下套吗？老牛也这么跟我说，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每到年底他就派人来清理皮条，你说我敢不给他吗？再说他是我们的大师兄，
我觉得他也不会故意害我的，你说是不是？还有，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收受了长明集团一栋别墅？齐本安，咱不带这么玩的，你诈我呀？好啊，那你跟我来我的办公室，我给你看一份5年前的会议记录，是你根据林满江的指示收受了长明集团一栋别墅，价格、方位、交付时间全有。对了，老李啊，有件事情我正要问你呢。荆州棚户区啊，一些老百姓大约有1000人左右吧，联名上书省委，要求把吕德光留下来。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老百姓有这种呼声，很正常。这不会是吕德光授意操纵的吧？那不会。德光书记从来不屑于搞这种名堂。那就好啊。不瞒你说啊，有人告他的状，说他制造民意。胡说八道！像这样的民意，让他们谁制造一个出来看看？荆州的老百姓不是给吕德光同志涂脂抹粉，是要把他留下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人民群众心里面有杆秤，知道德光书记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哎，好了，我呢该去汇报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郭副书记，平凡书记面前一定要替德光书记求求情啊！老九不能走。哎呀，我知道，老九不能走，我也不希望他走。季英书记啊，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齐本安不是别人，他是我师弟，也是我一手提起来的。你说这传出去不是笑话吗？啊！开干部大会，连就职表态都不让陆建设讲话呀。我听你说过，我还打电话提醒过齐本安。那你打电话提醒了，他醒了吗？没醒吗？你说这什么事儿吗？这都是影响极坏。本安，我想起来了，没错，有这么一套别墅，是傅长民提出送给师傅陈端阳的，就在光明花园。光明花园是长明集团参股开发的，就送了师傅一套。我当时怕出麻烦，专门请示了林满江。林满江说，既然是傅长民送给咱师傅的，那就收下吧。这么说，傅长明是一个慈善家，在跟你们谈京丰精生矿转让的时候，顺便慰问一下咱们的全国劳动模范。师姐，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啊？所以我要求记录在案，包括林满江的指示。指示呢？不是已经被他都拿走了吗？你就靠你嘴上硬说，他不承认，说你胡说八道，污蔑领导，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栋别墅现在在谁的名下？这个我就不知道，具体都是皮丹办的。皮丹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直到328都把师傅扔在那个危房里，差点被砸死。可你为什么就不了解清楚、问清楚呢？我看这别墅已经落在皮丹手上了吧？本安，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金丰精盛矿的谈判全程都是由皮丹主持的，我和靳志源就露过2次面儿。哪2次？一次是傅长民来谈判时的欢迎仪式，还有一次是谈成后的签字仪式。还有一次，董事会记录上提到了那栋别墅。那应该就是这3次了。林满江有什么指示，也直接传达给皮丹。也就是说，京丰精生矿的交易，实际上就是由林满江、皮丹、傅长明3个人具体操办的。你也好，靳志源也好，全是摆设，都是幌子。事实就是这样，当时谁也没去多想。这样，
你也先不要声张，抽空去看看师傅，问问他老人家知不知道这栋别墅的事儿。如果知道，问清楚，这个别墅现在到底在谁的名下？也许在荆州中福公司的名下。荆州中福公司名下没有这栋别墅，审计早查过了。那我尽快去趟医院问问咱师傅。满江书记啊，尽管如此，我也不主张动齐本安。首先，齐本安刚调过去近2个月，刚开始熟悉情况。这个时候，因为同志之间的一些琐事，就下结论、动干部，我觉得不合适。其次，路建设的群众基础太差，素质也不那么理想。我不认为路建设向我们俩汇报的情况就是真实可靠的。荆州班子还是再看看吧。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去一下荆州，协调处理一下矛盾。不必了，你也忙嘛。要不然，把他们3个请过来，你我跟他们谈谈。这个，金英书记，你让我再想想啊。林董，恕我直言，路建设的汇报，我就不单独听了。也好，也好。如果是汇报，最好是3个人都在，啊。班子不团结，肯定是双方都有错，该批评谁就批评谁。昨天我到医院看望高董，高董还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是齐本安跟石公信关系特殊啊，一个是师姐，一个是师弟。他们俩要是联起手来欺负路建设，那就不好了，对我有消极影响。好了，就这样吧。季英，你忙吧，里面还汇报呢。如果仅仅是一栋别墅，一个皮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是迷雾正在逐渐散去，林满江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如果林满江不检点，林满江不是检点不检点的问题，他是主要操控人啊。你怀疑傅长明听林满江的，是他的白手套。傅长明应该就是林满江的白手套，起码也是侵吞国有资产的合作伙伴。你仔细想一想，荆州中福和长明集团的合作，几乎每项合作都有疑点。这就是集团2个月以来审计的线索。陈老师，陈老师，我们想死你了！你什么时候出院带我们看星星啊？对呀，陈老师，听说你脑子不好，我给你带了开心果，还有碧根果，还有班旦木。老师，您多吃一点，这样就可以很快出院了。谢谢您爸爸妈妈啊。哎呀，谁说老师脑子不好啊？老师脑子好着呢，从没像今天这么好过。那你还不出院啊？新来的小老师不行，真的。陈老师，你看看，这都是你救出的孩子，孩子们天天念叨你呢。就是啊，陈老师，您啥时候能出院啊？
今天就出院。今天？今天就出院。老师本来就想着要出院的。这边还有叔叔阿姨呢。哎呀！太好了，老师出院！小程，你还真是棋高一招啊！陈银成出院了。出院了，太好了。其实啊，这陈银成啊也不是什么坏人，是挺通情达理的。这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坏人啊？大部分都是凡人俗人。是。啊，对了，挽留吕德光书记的请愿信寄了吗？寄了。访贵这事儿啊，我们还去省信访办访了一回呢。太好了，那奖你一个橘子。嘿，酸不酸？我这牙不行。中纪委18届二中全会以后，反腐倡廉被提上了新的政治高度。国锋同志啊，目前荆州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回避，也不能闻过是非，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是吧？所以我来跟你谈一谈荆州的情况。老百姓有新的呼声啊！我听说棚户区的百姓要联名挽留吕德光。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们是不是可以对德光同志网开一面呢？今天一上班呢，李学习就来找我了，替吕德光求情。咱们这位纪委书记那可是一身正气，坚持党性原则。这次来替吕德光求情，就是328之后，看到了吕德光的魄力，说他是位好干部。也找我声讨了啊！我当时忙，没顾得上见他。可是这位同志啊，真够绝的啊！能堵在我家门口，站在我家门口，足足跟我说了20分钟啊！你怎么不让人进屋说呢？我让他进屋，我还能睡得着觉吗？他总不能在你们家睡一夜吧？李学习这位同志你还不知道啊，那是一个六亲不认的黑脸包公。他慷慨激昂地说一大通，走了，我不得好好想想吗？我这一想，还能睡吗？本安，你是不是警惕过头了？荆州中福和长明集团的主要合作实际上就是2笔，一笔就是金凤金盛的矿产，还有一桩就是长明保险。长明保险我正要说，这更是精彩纷呈啊！根据审计的资料查明，长明保险创立于2004年，起始资本6个亿，4个亿是我们荆州中福的出资。一开始就碰到了金融危机，举步维艰，对不对？没错，一直赔，傅长明却硬挺着，赔到后来我真是怕了。后面烧钱时的融资，荆州中福没再参加过，股权也就从早先的66%缩小到今年的不到10%。当然，现在长明保险厉害了，但是我们也没亏，前后赚了30多个亿。你是说这笔交易也有问题？我不是太明白。你还不明白？石总，长明保险实际上就是在2008年卖出金丰精盛矿，才奠定今天的规模基础的。2座矿的高价转出，才让傅长明一下子拿到了47个亿的现金，才一举向长明保险增资50亿，奋力跻身于中国10大保险公司的行列，才得以在今天的市场上呼风唤雨。你的意思，傅长明和长明集团是站在荆州中福的肩膀上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没有荆州中福，就没有长明保险。难道不是吗？他们最早的起始主要资本里面是我们荆州中福的，他傅长明的2个亿里，1个亿也是从我们荆州中福借的，包括最后的大规模增资扩股，50亿、47亿也来源于我们荆州中福。你觉得这都是巧合吗？怪不得林满江这么护着长明集团。长明集团也许就是在我们的腐败当中才成长起来的。
要有感恩之心呐，要铭记天地间每一缕阳光，每一滴雨露，它带给人间、带给我们的恩惠。事业越是做得大了，你越是要懂得敬畏，是不是？好了，下面开始吧。刘总，说说证券市场的情况吧。好的，副总。股市的情况不好，股灾之后元气大伤，市场低迷不振。不过，这对于我们拿下6家目标上市公司极其有利。其中有3家已经实现控股，有1家持股超过8%，为第2大股东，还有2家已经临近5%的举牌线。如果保险和资金跟得上，建议尽快举牌，以免股价暴涨。大哥，陆建设来了，要不要我先跟他谈谈？傅长明和长明集团最近在资本市场上是恭迎八寨呀，一口气拿下了5家上市公司，每一家都是龙头企业，前途不可限量。请陆建设进来吧。好。副总、刘总，本月长明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为71亿，人寿保险收入为654亿，养老保险为3亿，共计收入728亿。太好了，拿着728个亿，那就分期调拨给刘总支配，把那2家上市公司也给他收了。刘总啊，现在就是要你大胆的进攻，记住了，咱们1个月的保费那就是700-800个亿呀，你的后续子弹那就是源源不断了。我要让战略委员会尽快的研究一下，对那已经拿下3家上市公司换马，董事会嘛，董事会必须要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才行，是不是？国父啊，不管怎么说啊，328事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了问责和追责，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抓好民生，并且改善实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是这样，像荆州棚户区的改造工作，就一定要尽快的落到实处。这也是2中全会的指导精神，只有集中力量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嘛，对吧？我有个建议，我们省委是不是也召开一次会议，整体研究一下全省的棚户区改造工作问题，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这倒可以考虑考虑。这样，改天我找刘省长再谈一谈，完了再说。好吧。那我就把现在全省廉政大检查的情况汇报一下。董事长，我又让您费心了。我顾您对我的信任。臭豆腐的味儿散出来了，他还要替这种恶臭百般遮掩。林满江心里充满悲哀，但是怎么办呢？现在他面对着咄咄逼人的齐本安、牛俊杰，离心离德的石红杏，面对荆州中府的极度危局，他要用人啊！批书你都给你汇报了吧？说了，说你委屈大了，上任时没让你发言，和所有人结了梁子。
说你骂办公室主任跟训儿子一样，是这些吗？老陆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像年轻同志一样，做事这么冒失啊？你就是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毕竟是书记了，有点领导干部的样子嘛。脑子里想些大事，抓一些大事，能不能替我争口气啊？董事长，您。副总，内线急报，钱荣成估计撑不住了。走吧。阿弥陀佛呀！怎么估计的呢？怎么就撑不住了呢？钱荣成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只打不死的小强啊！你就是上了绞刑架，他也能硬撑着脖子给你撑一阵子的。现在怎么了？现在的钱荣成和上绞刑架差不多了。新兴公司要求钱荣成在24小时之内还清8000万的高利贷本金，所以，所以钱荣成就急眼了。又给你打电话了，又要去中纪委了。刚才钱荣成在电话里像发了疯似的，大骂我们，说我们乘人之危，孽障，孽障啊！哼！这样，你安排人带一张8000万的现金汇票，交给钱荣成，并且你告诉钱荣成，让他好自为之。我跟他今生今世的故事，就全都结束了。好的，副总。另外那个什么，另外还有个事儿啊。你脑子里想些大事，把自己品位提高一些。你比如说，反腐倡廉，这不都是你写信向我反映的吗？你上任之后，你抓了吗？我已经查了，但是这个牛俊杰他躲到医院里去了。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处理，抓好这个坏典型。我明白了，林总，这个医院呢不能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更不能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这个工作回去就全面铺开了做。林总，另外这个牛俊杰他不讲政治啊，他上次他那个敲诈来的8000万全发给高管了，所以这些都要查嘛。还有，齐本安、石红信和《荆州时报》签署的所谓战略合同，有没有假公济私啊？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腐败啊？这合同一签的，那肯定就是腐败啊！啊，林总，我回去立刻去查。林总，哎呀，您提醒的太及时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忽视了呢？另外那个黄清源，当真是去吃牢饭了？是，黄老板还扬言，就算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还钱。混账王八蛋！我到现在还真是有点同情那个天使的李顺东了。无所谓孤独，
风雨中，黎明的光辉穿透夜的黑，点亮你的美。谁搬就搬退，流星的不睡，生命的机会。时间的是非，总有个错对，去纯真去伪。烟雾会散在明月的两头，力量的交汇，正义的回馈，是无坚不摧。的人心相随，问死心无愧，最难能可贵。光明都洒在清风